表小姐，这边请。啊，您请。这是姑父的意思，还是表哥的意思？回表小姐，是少帅的意思。他让您在这儿歇歇脚，一会儿您的家人该来接您了。表哥知道我要去广州了吗？他就没有什么话想带给我？少帅说：“请您保重，一路平安。”今天，我赵正南愿娶你金玉荣为妻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安乐、患难、疾病，还是健康，我都与你相共。从今以后，保护你，爱护你，此生不渝。这是我真心实意的许诺，特授予你此戒，以坚此盟。我金玉荣愿意嫁你赵正南，从你为夫，无论安乐、患难、健康、疾病，我都愿意与你相共，今生今世爱敬你，守护你，终身不渝。今天，特别感谢诸位百忙当中莅临现场，参加我和金玉荣的婚礼。实不相瞒，今日我能和玉荣结为夫妻，实在是我有生以来最荣幸、最愉快之事。自从我追随父亲，奔走忙于政府战事，频年驰御戎马，自认不敢有片刻侠义，然思家国，却也常生彷徨之志。我爹总说我定性不足，不知何时能堪大任，但我想此时此刻，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从此以后，我可以坚定地尽军人毕生的责任，因为我的妻子，我的人生才有了意义。各位，我还想分享一句话，那就是婚姻不美满，人生无意义。今日我赵正南的人生就圆满了。在座的诸位，如果已经圆满的，还请保持；还未圆满的，就请努力吧。今日本是我生平最甜蜜之日，本该盛情款待大家。但众所周知，
天津水患，致百姓流离失所，饥寒无依。我的妻子玉荣加入了抗灾前线的医疗队，灾民的惨状让他无法忘怀，所以他提议遵节婚礼和宴请的费用，资助灾民。这让我无法拒绝。本来赈济百姓、安置百姓是我的责任，但我的妻子却想在了我的前面。这固然是他医者仁心，但实在是让我羞愧难当。所以今日婚仪简单，不设宴请，凡次珍仪全部捐出。所以特别感谢各位今天能莅临现场，预成了我和妻子的一桩夙愿。我们也备了美酒和点心，还有快乐的音乐，请大家尽情吃，尽情跳，感受我们的甜蜜与快乐吧！感谢大家，各位，请。大元帅，请，请。来。欢迎啊！多喝几杯。哎，一定。哎，好，都招呼好了啊。没问题，放心吧。那边呢？都交给我。你去大帅那边。好，我去大帅那边看看。来喝一个。放心。哎呦，欢迎。消失在黄昏中的风，错过邂逅，留不住散落的温柔，被岁月带走。谎言说够，道理参透，听腻了借口，合上因果的锁口。玉荣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今天是不是特别帅？你正经起来挺帅的，但总不正经。其实我是怕呀，我正经起来，全天下的女人都爱我，到时候你要争不过，不是吃亏了吗？遇上的洪流中一同争夺，追寻未曾许下过的承诺。离身大千世界光明磊落，短短一生描绘心的轮廓。读懂我或继续转动时空的轮轴，温柔的去宽恕人生的无期平庸，慢慢修饰一切爱恨带来的悸动。你怎么觉得我会争啊？唉，我是真怕你不争啊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爱你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爱你。玉荣，你还记得上次的舞会吗？记得，不过那个时候你好像还挺混蛋的。是啊，好在啊，现在你在我怀里，就算我死了，我也不会松开你的手。
玉荣，我也爱你。这两个孩子真般配呀！走，咱们去给他们敬酒。哎，少爷，这恭喜少帅取得家福。恕在下眼拙，阁下是？鄙人局内商会会长，对少帅仰慕已久，只是苦于没有结交的机会。闻少帅今日大喜，冒昧前来讨一杯喜酒，望少帅莫怪。哦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竹内先生。听说贵商会乃是东洋的第1大商会，生意遍布亚洲。只不过赵某人位卑人轻，不敢结交啊。我来的时候，正好碰到盛老板离开，听说他要去广州，主动舍弃赵家这样的盟友，我真替他感到遗憾。不过我想，这也正好是我们商会的机会。不知道我能提供给你们日本人什么机会？我听闻东北不是很太平，已经有杀父之仇的吴培搭上了王将军的线，已经整合了盘县的势力，恐怕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北，然后便会直指你们赵家。竹内先生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。我想少帅如今正是用钱之际，而我们商会的优势正是资本雄厚，以少帅之兵力，再加上我们商会的少帅何惧无赔，恐怕今后整个天下都是少帅的池中物。届时少帅江山在握，美人在怀，人生才是真的了无遗憾。竹内先生还真是个畅想家呀。只不过，我今天已经取得家人归，人生了无遗憾。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妄想，不想问鼎天下。恐怕竹内君是找错盟友了。你刚刚提到了吴培，我也得到了一点吴培的消息，刚好跟您核实一下。吴培的崛起得益于他的老师山下重明，而你跟山下重明关系匪浅。你们商会的崛起也得益于山下重明的关东军，我说的对吗？更何况，你们是一个战壕里的2个日本人，一个暗地里支持吴培，一个跑到我面前信誓旦旦地说要跟我做盟友。你想我跟吴培鹬蚌相争，然后你们日本人渔翁得利，你这个算盘未免打得也太好了吧？告诉你，我跟吴培可不一样，我不会做你们日本人的玩物。请回吧。希望赵先生将来不要后悔。送客。是，先生，请吧。吴培的事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？哎呀，你应该相信你丈夫呀。不过区区一个吴培而已，他只占了一个盘线，怎么劳烦夫人操心呢？我说正经的呢，咱们以后是夫妻了。刚才你都宣过誓，遇到任何事情都要一起面对，不要再隐瞒了。好，今后啊，一切谨听夫人教诲，如臂指使，绝无违拗。走吧。看您这个样子，应该是没有谈拢了。赵家人油盐不进，素来不将我们日本国放在眼里，实在可恨之极。你回去跟山下先生说明，赵家势地非有，毫无再争取的必要。我们要占东北，只能寄希望于吴培，请山下先生不必再观望了。嗨。
格格，小心。咱们往那儿走，走。格格，您看，姑爷家可真气派，对您呀也是真上心。您看，这房里使的用的，哪怕是最小的一块香皂，都是最好的。还有啊，这可是全北京独一份的浴缸，我给您放好了水。趁着姑爷不在，你好好泡个澡，解解乏。正南去找老爷，只是说几句话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那我一个人在这儿泡，成什么样子啊？哎呀，格格，我水都放好了，您不用不是浪费了吗？您是不是怕一会儿姑爷回来瞧见您泡澡，害羞啦？你个坏丫头，你胡说什么？放心吧，格格，我就守在门口，一会儿姑爷回来，我准保不让他打扰您。哎，对了，格格，睡衣啊，我已经给您挂在衣架上了，你记得换上啊。玉荣，爹一直找我聊天，聊得太久了，你等着。嘘，格格在洗澡呢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
我头一次见无聊到自己跟自己下棋的人。这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和我的老师对弈的一局残局。原以为已经没有生机了，可没想到让我找到了起死回生的机会。我看报纸上说你的杀父仇人赵正南结婚了，你看上去倒也开心得很啊。结婚好啊，他娶了心爱的女人，知道了人生的可贵。等我把这一切都毁掉的时候，他才会觉得更痛苦。你可真阴暗啊！不过，我喜欢。军部已经接到了老师的命令，全力支持你夺回东北。恭喜你，功成名就，指日可待了。在日本人的军备支持下，吴培以王将军的名义横扫周边地区大小军阀势力，关外大部皆入吴培之手。几个月后，剑指赵家军所在的辽宁。给我冲！怎么了，报告少帅？前方所在阵地已经被我们拿下。好。今天下午5点，发起总攻！短短数月，吴培便占了大半个东北，国会对此不置一词，指政府的权威何在？哎呀，我说老赵啊，今天在座的没有外人，你也就别打官腔了。咱们民国政府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谁打下来的地盘，谁说了算。大帅把我们聚到这儿的目的，不就是想让政府出钱，帮你把王将军和吴培灭了，好守住您的老家吗？可是，这政府哪来的钱呢？别的地方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这财政部啊是捉襟见肘。不错，辽宁是我们赵家的老家，但诸位不要忘了，山海关可是中原地区最后的屏障，他吴培的背后可是日本人。一旦他打下辽宁，届时华北门户便会对日本人完全敞开。赵公子这话说的太危言耸听了吧？说到底，吴培也是咱中国人，不就是跟日本人借点款吗？这咋就上升到整个东北都归日本人所有的地步了？哼！说来说去，你们就是不想拿钱罢了。不知道大元帅是否也是这个意思？哎，郑来啊，不是政府不想出钱，你也听到了，我们政府根本是无钱可出啊。多谢大元帅体谅。保家卫国
守土尽责，是我等军人的天职。我们赵家军可以自筹军费，但是总要出师有名吧？这个好啊！赵公子既然是自筹军费，那是再好不过了。大元帅意下如何？哎呀，就委任赵庆海为征东军司令，节制讨逆事宜，啊！一帮废物，没听说过打仗还要自筹军费的。爹，您消消气，犯不着跟那帮酒囊饭袋一般见识。我准备派你领兵征讨吴培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许胜不许败。我明白，我跟吴培这一战，我等了很久了。只是你刚结婚不久就要奔赴前线，媳妇儿那儿你得好好说说。爹，玉荣从来不是那种只会哭哭啼啼的小女人。我就是怕她心太大了。一个女人家本该在家相夫教子，可她倒好，成天往医院跑，都见不着人。爹，玉荣是医生，当然要去医院了。再说了，俗话说得好，不聋不哑不做家翁。您堂堂一个征东司令军，咳嗽一声，大半个国家都跟着感冒的人，怎么跟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，成天盯着自己儿子儿媳妇？你少给我贫嘴绕舌的，不想让我盯着也行，赶紧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我要抱上孙子，他爱住哪儿住哪儿。是，我现在立刻马上回家给您造孙子去。你个臭小子！短短几个月，我王家军拿下大半个东北，实质真是功不可没。来，我主使职再接再厉，一鼓作气拿下辽宁。叔父有命，小侄岂敢不从？也提前祝叔父统一东北，王家军威震四海。贤侄啊，我这个将军呐，当了5年6个月了，直到今天为止，才算是实至名归啊。这当然少不了你的功劳。我这个人呢，最讲义气，啊，你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想法，尽管提出来，只要我能办得到的，绝无二话。叔父这话就见外了。小侄自家破之日起，活着就是为了要报仇。叔父肯收留我，相信我，我早已感激不尽，愿结草衔环相报。至于我个人，也别无他求。小侄为叔父准备了一份礼物，还望叔父喜欢。啊。贤侄，你太客气了。那我们就先退下，不打扰叔父的雅兴了。贤侄慢走啊。
在哪儿呢？快来人呐！少帅，有我在，慌什么？跟我来。还不赶紧叫人进来！人呢？都给我进来！出了什么事？这是刺客留下的。赵家军杀了我们的将军，不报此仇，誓不罢休！赵将军欺人太甚！吴少爷，你可得替我们将军，还有我们留下来的弟兄们报仇啊！弟兄们，将军已经不在了，从今以后，吴少爷就是咱们的新将军。跟着新将军打破赵将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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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小云，你没看少奶奶睡了吗？小点声。少奶奶不在啊。不在？她去哪儿了？哦，少奶奶打电话回来，说西郊外有个矿塌了，医院里塞满了伤号，医生忙不过来，所以她今儿就不回来了。还敢夜不归宿了？哎，少爷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把她抓回来。护士小姐，我问一下，金医生呢？金医生在做手术。哦，我进去等他。啊！辛苦了，玉柔，手术很成功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也辛苦了，金医生。少帅昨晚就来了，一直等到现在，看你在做手术就没打扰你。哦，快去吧。郑南，生气啦？我好累哦。金玉茹，你现在太无法无天了，竟然还敢夜不归宿了。昨天不是特殊情况吗？医院里多了那么多伤者，医生们都忙得不可开交，我总不能临阵脱逃吧？那你总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吧。好嘛，那我以后都提前跟你说。我发誓，以后一定按时回家。你看在我昨天救了一个特别严重的伤员的份上，别生气了。好吧，那下不为例啊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哎。少帅，少帅，王将军死了，吴培放出消息说是我们派去的杀手干的，大帅让您赶快回军部。哼，这吴培只有这么点能耐。走。东北王将军遇刺身亡，看起来又要打仗了。这天下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啊？如果真的打起来，那金大夫的先生肯定要上战场。那金大夫怎么办？他们这么恩爱，恩爱又能怎么样？又不能抵枪子儿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金大夫，金大夫，您看一下报纸。
吴培这个狗崽子，背靠着日本人，听说装备极其精良，要不然也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下吉里。依我看，我们也向洋鬼子借点钱算了。借钱容易，到时候拿什么还？他吴培可以不要祖宗，把整个东北铁路卖给日本人。你张老三行吗？这不是让大帅被人戳脊梁骨吗？那你说咋办？咱们现在账面上的钱只够给兄弟们发饷钱，大元帅他又不出钱，我们拿什么更新军备啊？郑南，你说说。我不主张举债，不举债，人心在父亲这儿。如果举债，父亲恐遭公检，此其一。吴培的装备虽然精良，但是其部下都出自土匪，军纪涣散，能指挥善打仗的中层军官更是寥寥。如今他看似在东北势如破竹，但靠的根本不是军队，而是背地里搞的阴谋诡计。所以我们在正面战场上根本无惧于他，此其二。这一点你倒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无意向英美举债，这个问题就不要再讨论了。不过虽然不举债，但咱们的装备也确实该更新一下。多长时间了，用的还是咱们赵家军兵工厂自己生产的东西，有点过时了。和自己人打打花架子还行，要对付日本人，确实不太好使。既然吴培的靠山是日本人，那么咱们就把和吴培这一仗当成是战前演习，也弄点装备，好好震慑震慑这帮东洋鬼子。至于军费嘛，大家不必着急，我还有点养老钱，可以拿出来应应急。哎，大帅，这可万万不行！我们现在是给公家打仗，凭什么让您私人掏钱呢？这帮混小子不拿钱，这个仗就不打了。况且赵家军是我从辽宁带出来的弟兄，弟兄们上战场拼命，家伙事儿不能不趁手。明白，明天我就去趟天津，见见几个军火头子。